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s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影片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你跟朋友明明在聊同一个新闻事件，但你们两个划开手机看到的资讯、搜寻结果，甚至是相关新闻的风向，好像根本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平行时空。或者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你的脸书、你的 YouTube、你的 TikTok 简直比你妈、比你另一半还懂你，永远都推一些你正好感兴趣的东西，让你一滑就停不下来。如果以上两个问题你的答案是 yes 的话，那恭喜你。但同时也要警告你，你很可能已经活在一个由演算法为你精心打造的一个看不见的泡泡里面了。今天这一支分析，我们就要来一步步拆解这个你看不到，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我的过滤气泡。我们会从第一个部分，你看的不是你想的，开始探讨个源化推荐是怎么崛起的。接着，我们会深入分析演算法是如何打造你的个人宇宙。然后，重点来了，第三部分我们会揭露这个泡泡有哪些致命的陷阱。第四，我们要问谁是新的守门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五部分，我们会一起思考，身为一个现代的数位公民，我们到底该如何戳破这个泡泡，拿回我们看见真实世界的权利。好的，让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你看的不是你想的。其实啊，网络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愿景是非常理想、非常伟大的，它要连接全世界，让我们可以打破地理的限制，接触到从来没想过的人事物，去探索一个更广阔的未知世界。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伟大的愿景悄悄地、彻底地改变了。网络从一扇我们望向世界的窗户，变成了一面只会照映出你自己的镜子。这句听起来很直白，甚至有点冷血的话，是谁说的？就是脸书创办人祖克伯。你可能会觉得这话很刺耳，对吧？但他却完美的、赤裸裸的揭示了现代网络平台最核心的运作逻辑，那就是关联性 （relevance）。对演算法来说，它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给你他认为跟你最有关的内容。所以，一只在你家门口死掉的松鼠，因为地理位置近，跟你生活直接相关，在演算法的评分系统里，它的关联性分数就远远高于那些远在天边濒临死亡的非洲难民。这个看似中立的逻辑，其实就是一切个人化、一切过滤气泡的起点。提出过滤气泡这个概念的学者Eli Pariser， 他就分享过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亲身经历。他的政治立场是偏自由派的，但他一直很喜欢刻意去跟保守派的朋友交流。他想看看不同立场的人都在想什么，关心什么。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那些保守派朋友的动态竟然从他的脸书墙上完全人间蒸发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搞懂，原来是脸书的演算法在背后默默观察。他发现 Eli 比较常点击自由派朋友的连结，所以演算法就非常贴心的自作主张地帮他把那些他比较少互动的保守派朋友全部给过滤掉了。整个过程完全没有通知他，更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网络最初连接全世界的梦想，就这样悄悄地变质成连接跟你一样的人。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这不就是脸书的问题吗？那我少用脸书就好啦。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这个现象早就已经全面扩散到整个网络世界。而除了社群媒体，还有一个你每天都在用、更关键、更隐形的巨头，在悄悄地决定你的现实。是谁？就是 Google。57个，你没听错。根据 Google 内部工程师透露，就算你没有登录 Google 账号，它依然会根据至少57个隐形信号来为你量身打造搜寻结果。这些信号包括什么？巨细靡遗，包括你现在在哪里，你的 GPS 定位，你用的是 Mac 还是 Windows， 你用 Chrome 还是 Safari 浏览器，你过去的搜寻记录等等。
Google 会把这57个信号综合起来，像调鸡尾酒一样，为你调制出一杯独一无二的搜寻结果。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一个客观标准的 Google 已经彻底消失了。你查到的 Google 跟我查到的 Google 呈现的可能完全是两个世界。接下来这个案例真的会让你吓一跳。几年前，当埃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阿拉伯之春大规模抗议时， Eli Pariser 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请他一个朋友，我们叫他朋友 A， 去 Google 埃及这个关键词。你看，朋友 A 的搜寻结果，第一页满满的都是关于抗议、动乱、革命的国际头条新闻。这很合理，对吧？因为这就是当时全世界最重要、最及时的新闻。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同一个时间点 ，Pariser 请另外一个朋友 B 搜寻完全一样的关键字埃及，结果出来，你看，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朋友 B 的搜寻结果，第一页竟然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抗议的新闻，一条都没有，全部都是观光旅游资讯、金字塔介绍、尼罗河的度假行程。这真的太可怕了。对朋友 B 来说，那场正在发生的足以改变历史的巨大革命，仿佛身外就不存在。他的现实就这样被 Google 的演算法无声无息地决定了。所以，综合以上这些惊人的现象，我们就可以正式定义什么是过滤气泡 （filter bubble） 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专属于你的个人化的资讯宇宙，演算法就是这个宇宙唯一的守门人。它根据你是谁，你过去点过什么，喜欢什么，来决定放哪些资讯进来，排除哪些资讯出去。但最关键也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你决定不了什么能进来，更可怕的是你完全不会知道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已经被永远的挡在了门外。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全世界，但其实你只看到演算法想让你看到的那一小片天空。好，重点来了，讲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想，知道了这个泡泡的存在之后，所以呢，活在里面有什么不好？演算法都给我看我想看的东西，帮我过滤掉我不感兴趣的垃圾资讯，这不是超棒的吗？唉，这就是这个陷阱最致命、最难察觉的地方。因为演算法给你的是你想要的，但这不见得是你需要的。这里有一个超有趣的心理学观察， Netflix 的研究人员发现，我们的内心其实有两个我在不断打架，一个是理想中的我 aspirational self， 另一个是冲动的我 impulsive self。 什么意思？很简单，理想中的我会把一些有深度、有启发的经典电影，像是黑泽明的《罗生门》，加到待看清单里，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看。但是冲动的我现在 right now 只想瘫在沙发上看第4次不用脑脑的金凯瑞搞笑片《王牌威龙》。那你猜，演算法为了追求点击率和观看时长，它会优先推荐什么给你？当然是服务那个冲动的你，它会不断喂养你那些让你立刻感到满足、最容易上瘾的东西。我们可以用饮食来比喻，这会非常清楚。一个健康的资讯摄取，应该要像均衡的饮食一样，有资讯蔬菜，也就是那些重要、严肃，甚至有点挑战你既有观点的内容。虽然可能不好啃，但很有营养。当然也有资讯甜点，也就是那些有趣、娱乐、放松的内容。问题是，当演算法的唯一目标就是让你现在立刻点下去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疯狂的喂给你甜点，因为甜点最诱人，最容易入口。久而久之，你的资讯食谱就严重失衡了。你会被大量的资讯垃圾食物包围，而完全忽略了那些真正有营养的蔬菜。长期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的思想会变得营养不良，视野会越来越窄，越来越无法接受不同的观点。很多人，特别是网络的原生代，对网络有个美好的想象，觉得它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创造出一个完全自由、人人都可以发声、没有守门人的乌托邦。但这真的是事实吗？还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其实守门人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权力的火炬从人类编辑的手上悄悄地交到了看不见的演算法手上。
我们来看看这个权力火炬的传递。过去的守门人是报社的总编辑、电视台的制作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偏见和立场，但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闻业好歹建立了一套专业伦理，他们知道自己有社会责任，需要平衡报道、查证事实。但是我们来看新的守门人，也就是 Google 和脸书的程式码，他有伦理观念吗？完全没有，他的程式码里没有内建公民责任、公共利益、事实查核这些概念。它的核心价值观只有一个，就是商业目标，最大化你的参与度 engagement， 想尽办法让你不断的点击、按赞、分享，停留的越久越好。这里有一个非常棒的历史类比，我们现在面对的处境其实非常像1915年代的报业。在那个时候，报纸也是一个新兴媒体，乱象丛生，充满了各种耸动不实的黄色新闻。后来是整个社会意识到媒体对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至关重要，才开始推动新闻学院的建立，专业伦理的形成。我们现在就正站在网络世界的1915年，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迫切需要为这些新的、强大的演算法守门人建立起一套属于数位时代的伦理规范。好，讲了这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到底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手手无策，被演算法困在泡泡里吗？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要反对科技，更不是要回到没有网络的时代。我们要的是追求一个更人性化、更负责任的科技。身为用户，我们可以也应该向这些科技巨头提出我们的3大诉求，来争取属于我们的数位公民权。简单整理一下，这3大诉求就是我们的行动纲领。第一，要求公民责任。我们需要科技公司在设计演算法时，不能只考虑商业利益和关联性，更要把公共利益、多元观点这些社会价值写进程式码里。要确保演算法不只给我们想吃的甜点，也必须端上我们需要的蔬菜。第二，要求资讯透明。我们要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平台必须用白话文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是根据什么来过滤资讯、推荐内容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把用户控制权还给我们，给我们一些简单的开关，一些可以调整的拉杆，让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想要演算法多一点个人化，还是多一点多元性，我想看到多少跟自己观点相反的内容，把权力从演算法手上拿回到我们用户自己手上。最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回到网络最初那个最美好的梦想。就像提出过滤气泡这个概念的 Eli Pariser 所说的，我们需要网络将所有人连结在一起，而不是将我们孤立在一个人的网络世界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带我们认识新观点、接触不同想法、结交新朋友的网络，而不是一个把我们每个人都隔绝在自己小世界里的网络。所以今天这支分析的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你每天滑手机所看到的那个世界，那个专属于你的泡泡，它的边界到底是由谁决定的？是你自己，还是那些你看不到的演算法？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都活在一个由演算法打造的过滤气泡中，你看到的网络世界是高度个人化的结果。第二，这个泡泡会利用我们的心理弱点，不断喂养我们知识甜点，让我们与重要的多元的观点隔绝。第三，要戳破这个泡泡，我们可以向科技公司争取3大数位公民权，要求公民责任、资讯透明以及用户控制权。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